男人发现有个妹子正在勾引他，但他微微一笑，丝毫没有被美色诱惑，而是转身来到桑拿房，这才是真男人该享受的地方。哪知这时门外突然浮现一张鬼脸，男人以为是朋友无聊恶作剧，干脆闭上眼，选择舒舒服服睡上一觉。鬼脸将温度调到华氏212度，男人很快就被热醒了，汗珠如尿崩，哗哗往外喷射。男人晕头转向的起身，伸手一拉，发现门被反锁。他觉得玩笑开过了，不耐烦的命令朋友赶紧放他出去。可无论他怎么敲门，门外都无人应答。桑拿房变成了蒸锅，几分钟后，男人就变成了老熟人。朋友来到桑拿房，看见门上挂着的 U 型锁，其中一个哥们儿拿起哑铃杆，哐当一声砸开门把手，门开了，一股烤肉的香味扑鼻而来，酥软脆嫩的尸体已经化作一滩肉泥，简直令人胃口大开。恐怖谋杀案的出现让众人纷纷后悔，不该来到这鬼地方玩什么狼人杀。早上他们一行6人挤在运棺材的灵车里，有说有笑来到马家屯。为了方便理解剧情，各位只需要记住他们的身份：一个当红男播客，一个过气女演员，一个古板副教授，一个潮男艺术家，一个资深灵媒，一个金牌技师。他们职业迥异，唯一的相同点是都喜欢血腥的犯罪命案。30年前的1995年，一对度蜜月的小夫妻为了躲避暴雨来到马家屯旅馆，如此恶劣的天气还有客人光临，搞得前台小哥有点手忙脚乱。小哥挑选了一间套房，让夫妻俩好好休息，忙完再付钱也不迟。这可把刚结婚的阿伟高兴坏了，就等着小美换好睡衣，好好大战一番。门铃响起时，阿伟以为是客房服务，开门就撞见了鬼脸。鬼脸抬手一刀，精准切断颈动脉，阿伟死了。实际上，前台小哥和同伴是一对黑白双煞，属于变态中的变态。他俩不仅在旅馆连杀数人，甚至将小美绑到地下室，举行了恶魔祭奠仪式。一晃到了2025年，杀人犯依然逍遥法外，而马家屯旅馆不仅没有废弃，反而被2个股东重金买下，经过翻新装修，打造成了犯罪主题旅馆。转眼到了晚餐时间，股东之一的阿梅引荐了一位米其林餐厅的主厨，主厨对命案也很感兴趣，特地准备了一桌子的尸体大餐。Are you a leg man? That was in bad taste, not to mention disgusting. 他们眼前的脑袋、躯体都是主厨用肉和豆腐组合雕刻而成，有点类似我们中餐的素肉。对于主厨的恶俗预制菜，有人兴奋不已，有人感觉恶心。不过当他们切开亲自品尝后，全都王尽则附体。哎呀妈呀，真香！正餐都这么有滋有味了，那不整点小酒肯定说不过去。主厨给大家斟满杯中酒，来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 So metallic. Seriously. How'd you make this? There's a tiny bit of vodka in there. The rest is 100% me. My blood, that is. 生怕其他人不相信，主厨撸起袖子，露出抽血的针孔。副教授气得大骂畜生，主厨却一点都不在乎。就在众人吵着要回家时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他们原以为是司机回来了，没想到是一对迷路的夫妻。夫妻希望可以在旅馆开个房间，遭到阿梅的断然拒绝，理由是这里是私人 VIP 聚会，恕不接待陌生人。闻听此言，夫妻俩都快哭了。外面狂风暴雨，树木横倒无数，堵住了唯一通往外界的桥。而且马家屯地处偏远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没有固定电话，连报警都成了奢望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成了暴风雪山庄模式，是柯南最爱的杀人密室。阿梅不管这些有的没的，反正就是不允许夫妻俩入住，最多允许房车停在外面，等暴风雨过去，夫妻俩就得马上离开。夫妻俩千恩万谢的离去，阿梅松了口气，带着客人们参观房间。他和金姐花重金70万美元，力求打造恐怖氛围感，在每个死过人的地方都做了一尊死者雕塑，完美复刻了死亡的瞬间。这种另类的审美让女演员感到很不舒服。趁着休息的空隙，女演员冒雨来到户外，去找房车里的夫妻聊天。通过攀谈得知，男的叫强哥，女的叫白婶儿，夫妻俩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女演员希望等交通恢复，能坐房车提前离开马家屯。 Not right, murder. Shouldn't be some selfie snapping joke. 临走前，白婶嘱咐女演员：“亲爱的，你要是发觉有任何异常，就来我们这儿。
岂料女演员刚一转身，就碰到了传说中的鬼脸杀手。鬼脸举刀挥去，吓得女演员撒丫子就跑。两人一前一后钻进树林，女演员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当时她就在想，完犊子了，我死定了。搞了半天，这是阿梅和金姐的策划，拍下最真实的反应，放到 TikTok 上绝对可以让旅馆生意火爆。这种手段实在有点太过分了，万一真的伤到人怎么办？7个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，分成两派。温和派主张立刻结束体验，代表是女演员；激进派认为要继续玩下去，代表是主厨。他认为女演员很虚伪，你装什么装？你靠着扮演受害者走红，现在反而想当好人了。说罢，主厨独自离开，一个人跑去蒸桑拿，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主厨被当成了料理，活活煮熟在了桑拿房。与此同时，强叔和白婶回到旅馆，想要借浴室洗个澡。阿梅收了他俩300美元，这才勉强同意。Hey, don't use up all the hot water. Stay away from the guests. 在发现主厨的尸体后，众人惊慌失措，觉得每个人都是凶手。冷静下来后，白婶倒是有个好主意，所有人离开旅馆，在房车里过夜，等明天一早就开车上路。话音刚落，就听一声巨响，窗外窜起炙热的火球，房车被炸了。他们奔向烈焰中的残骸，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：凶手斩断了所有逃生方式，把他们彻底困在原地，成了待宰的羔羊。那么当年残忍杀害小美并举行撒旦召唤仪式的人到底是谁呢？两人摘下面具，露出了真实面目。一个是皮肤黝黑的女人，一个是标准的白皮男。尽管30年岁月侵蚀，可还是能看得出来，他们就是那对房车夫妻，强叔和白婶儿。现在的局面变成了一场狼人杀游戏，强叔白婶儿就是两个明狼，关键是其他人并没有我们观众的上帝视角，他们作为平民，只能通过发言和投票来找出狼人。女演员认为阿梅和金姐这俩老板最可疑，金姐反驳他俩改造旅馆花费70万美元，如果出了命案，钱都白瞎了。Maybe not you, but you, I'm not so sure. 阿梅的装扮和谈吐对谋杀表现得过于热衷，心里绝壁是个变态。众人嚷嚷着要退房，这时强叔发话了，他提醒外面很冷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夜里穿越10来公里的森林区会很快失温死亡，更别提还有豺狼虎豹的。这番话相当于给密室加了个紧箍咒，灵媒不由得怀疑起强叔的动机。眼瞅着两人要打起来，众人又劝道：算鸟都不容易。说实话，灵媒还真的是冤枉了强叔。强叔和白婶的确是当年的杀人魔，却并没有对主厨下手。夫妻俩回到房间后开始分析，这群平民里混着一个模仿犯，算是一头暗狼。1995年的那次谋杀，他们的撒旦仪式没有完成，苦等30年后土星回到特定轨道，如果这次错过，还要再等30年。We cannot fail again. The gateway must be open to release Baphomet. 另一边的桑拿房，阿梅和金姐还在头疼怎么处理尸体。在高温环境下焖了几个小时，主厨已经是外酥里嫩，轻轻一拽，骨肉分离，入口即化。此时的幸存者分成了5组 ，A 组是灵媒和作家，两人在台球房聊天。灵媒不信任其他人，提议一起溜出去找警察。B 组是技师和波克。技师敞开胸怀，把波克魂儿都勾住了。技师说自己一个人待着太危险，最好今晚能和波克一起睡。说着，技师开始施展才艺，他掏出一副手铐，将波克锁死在床上。原来技师有一种性怪癖，他先后和好几个杀人犯发生了关系，追求极致的刺激。波克本想着白嫖一下，但看到技师拿出一把刀，顿时就就慌了。Unlock the fucking cuffs! Pussy. C 组是白婶和艺术家，艺术家在房间里发疯，把布置好的装饰道具打得稀巴烂。白婶好奇地询问原因，艺术家坦诚这些装修都是由他负责的，只是对犯罪的拙劣模仿，并没有真正的灵魂。又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人，那就好办了。白婶开始 PUA 艺术家，小伙子，要做出惊世骇俗的作品，你得真杀个人才行啊。D 组是阿梅和金姐，显然他俩既是合伙人，也是情侣关系。
金姐哭着责怪阿梅，都是你这个疯丫头，非要搞什么谋杀主题旅馆，现在真死人了，还赚个屁的钱。他俩吵得特别大声，全都被隔壁一组的女演员给听了进去。除此之外，女演员还听到了另一个房间里的叫骂声。You did not drink Viper Phantom. Eat. 转眼来到第一个夜晚，狼人杀正式启动。且说阿梅服用了安眠药，睡得更是香甜。突然间，一只黑手捂住金姐，刀锋划开胸膛，金姐开心地死掉了。凌晨时分，阿梅迷迷瞪瞪醒来，听见天花板在漏水，她推了推金姐没反应，扭头一看，魂飞魄散。下周地狱旅馆狼人杀继续，点赞收藏，不见不散。